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今天來拆解一下即將到來的全球科技盛事2026年的消費性電子展，也就是大家熟悉的 CES。你可能會想，CES 嘛，不就那樣嗎？每年都一堆新奇的產品。但聽我說，今年整個遊戲規則已經被 AI 這個玩家徹底翻桌了。所以問題就來了，2026年的 CES 到底只是一場砸大錢放完就沒了的科技煙火秀，還是說它真的預示着一場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生活的產業革命？在這場幾乎是鋪天蓋地的 AI 浪潮裡面，我們這次要做的就是撥開那些華麗的行銷術語，去找出真正有價值的訊號。OK， 首先我們先來感受一下 AI 在這次展會上的規模到底有多誇張。這已經不是說 AI 是其中一個主題，而是 AI 就是整個主題，所有東西都圍繞着它轉。這裡有個數字15萬，你沒聽錯，15萬，就是預計在展覽期間從世界各地湧入拉斯維加斯的專業人士數量。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個畫面，這等於是把一整個中型城市的人口全部塞進一個地方。他們的目的就只有一個，親眼見證科技的未來。光是這個規模就說明了這場盛會的重要性非同小可。而且很多行業內的資深分析師都給出了這樣一個評價，他們說2026年的 CES 是59年來最重要的一屆。這句話的分量非常重，它代表的不是小打小鬧的升級，而是我們正在站在一個巨大的技術轉捩點上。過去我們看到的可能只是漸進式的改良，但這一次，是那種典範轉移等級的巨大變革。如果你還覺得不夠具體，那來看看這個 CES Foundry， 主辦單位破天荒地在主要的展館之外，額外開了一個全新的專門給 AI 跟量子運算技術的獨立場館。這背後傳達的訊號非常強烈，它等於是在告訴全世界 ，AI 已經從過去眾多科技類別中的一個選項，膨脹到必須為它蓋一座獨立城市的程度。它不再是配角，它就是絕對的主角。好，聊完了宏觀的趨勢，我們現在要潛得更深一點，來看看這場 AI 革命的真正戰場到底在哪裡。答案很簡單，晶片與硬體。所有你看得到的那些酷炫應用，它的地基、它的心臟，全部都建立在這些小小的 Silicon 晶片之上。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我們可以把這場晶片大戰想象成一場激烈的軍備競賽。首先，當然是目前的王者 NVIDIA， 他們預計會展示 Blackwell 這條強大的 GPU 產品線，並且預告下一代的 Rubin 架構。你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專門為 AI 的大腦，也就是大型語言模型打造超級引擎的公司。接着是 Intel， 他們帶着 Panther Lake 消費級處理器來應戰，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把 AI 加速功能直接內建到你我電腦的 CPU 裡面。這是一場桌面霸權的保衛戰。再來是 AMD， 同樣也是聚焦在未來的 AI 運算解決方案，跟 Intel 展開激烈的肉搏戰。最後是 ARM， 他們戰場比較特別，專注在所謂的邊緣 AI。白話講，就是讓 AI 直接在你的手機、手錶這些低功耗的裝置上也能高效運作。這四大巨頭的競爭，就是在鋪設整個 AI 產業賴以生存的高速公路。誰的路蓋得又寬又快，誰就掌握了未來。為了讓你更具體的感受硬體進步的速度有多麼恐怖，這裡有一個驚人的數字：40倍。這是分析師預測特斯拉新款的 AI5 晶片相較於前幾代產品所能提供的性能提升。注意哦，這不是那種40% 的漸進式改良，而是整整40倍的量子跳躍。這代表什麼？這意味着自動駕駛系統在處理即時路況、做出判斷的時候，它的反應速度和精準度將又有天壤之別。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NVIDIA 正在打造訓練未來大型語言模型的超級引擎 ，Intel 和 AMD 則致力於將 AI 加速器植入我們日常使用的電腦核心。而這一切在晶片層級的激烈競爭，才是讓所有軟體面的 AI 革命能夠發生的根本原因。沒有這些強大的硬體做後盾，
再厲害的演算法都只是紙上談兵。好的，在理解了底層的硬體基礎之後，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我們來看看這些技術將如何真正地走入我們的生活。這部分我們稱之為實體 AI 與環境 AI。這裡有一條時間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消費級 AI 的演進過程。我們把時間拉回到2018年，那是語音的崛起。Amazon 的 Alexa 幾乎被裝進了所有你想得到的裝置裡，但它主要還是被動地等你下指令。接着快轉到2023年，我們進入了實用智慧的階段，像是能自動辨識食材的 AI 烤箱，這些裝置開始變得真正有用，而不是噱頭。而到了2026年，我們將正式進入環境紀元。在這個時代， AI 不再只是等待指令，它會主動預測你的需求，像空氣一樣無縫地融入你周遭的環境之中。那麼什麼是實體 AI 呢？這裡有幾個具體的例子。首先是服務型機器人，它們將會出現在飯店、餐廳，處理那些日常的接待與服務工作。再來是更先進的人形機器人系統，還有負責物流最後一里路的自動化送貨機器人。甚至你家裡的廚房會變成一個智慧生態系，你的烤箱、冰箱、洗碗機會開始互相溝通，自動優化整個烹飪流程。重點是，這些都不再是實驗室裡的樣品，而是準備要進入市場的商業化產品。剛剛我們提到了 ARM 專注的領域，也就是邊緣 AI，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為你的手機、筆電、AR 眼鏡安裝一個本地大腦。過去很多複雜的 AI 運算都需要把資料上傳到雲端伺服器去處理，然後再傳回來。但邊緣 AI 讓這一切直接在你的裝置上就完成了。這樣做的好處非常明顯：第一，速度更快；第二，隱私性更高；第三，就算沒有網絡，它也能運作。為了證明這不是一個小眾的趨勢，這裡又有一個數字：100以上。這是在2026年預計會推出的採用 ARM 架構並且具備隨時在線 AI 功能的 Windows PC 型號數量。這代表什麼？這代表整個 PC 產業正在集體轉向，要讓 AI 運算能力成為你裝置的標準配備，而不是一個需要額外架構的選項。好，聊了這麼多讓人興奮的技術突破，現在我們要來談一個比較嚴肅但可能更為重要的話題，那就是在 AI 無所不在的時代，我們到底該如何建立信任以及責任框架？這句話來自 UL 標準與認證機構的專家 Gallandes， 他說，隨着 AI 成為主流，對於負責任的部署和透明度的需求正在不斷上升。這句話點出了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當 AI 開始影響我們的健康、安全，甚至是做出有關生死的決定的時候，光是有效率是不夠的，它還必須是安全、可靠，而且值得信賴的。我們可以把 AI 創新看作一枚硬幣的兩面，一面是能力，也就是我們一直在討論的 AI 能做什麼，它的性能有多強，功能有多酷，創新的速度有多快。但硬幣的另一面則是責任，我們應該如何部署 AI？ 它的安全性、隱私性和道德規範是什麼？它有沒有經過嚴格的測試和驗證？過去市場的焦點幾乎全部都在第一面，但從2026年開始，第二面，也就是責任，將會決定一個產品甚至一間公司最終是成功還是失敗。好了，在吸收了這麼多資訊之後，我們來做個總結。我把這次 CES 講會上所有的雜音都過濾掉，為大家提煉出3個最清晰也是最重要的訊號，幫助你理解接下來的走向。這3個訊號分別是：第一， AI 基礎設施已經全面內建化；第二，智慧運算正在向邊緣設備轉移；以及第三，下一個商業競爭的關鍵戰場將會是信任。我們先看第一個訊號。AI 基礎設施化，這句話的意思是 AI 不再是一個你可以下載的 App 或是一個產品的附加功能，它正在變成像是電力、像是網絡一樣的底層的基礎建設。未來的重點將不再是討論 AI 能做什麼，而是我們能在 AI 的基礎上打造出什麼。再來，第二個訊號，智慧運算向邊緣轉移，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本地大腦。這個架構上的轉變將會讓 AI 的體驗變得更快、更個人化，也更注重你的隱私。
因為你的個人資料再也不需要離開你的裝置，這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與智慧技術的互動方式。最後，第三個也是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訊號，信任是下一個戰場。未來能夠勝出的公司，將不只是那些技術最創新、產品最酷炫的公司，他們還必須是最值得信賴的公司。誰能建立起完善的安全標準、道德框架，並且真正贏得消費者的信任，誰才能在 AI 時代的下半場比賽中獲得最終的勝利。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2026年的 CES 揭示了3大訊號。AI 已經從附加功能變成了像電力一樣的基礎設施，運算能力正從雲端走向你的裝置，變得更快速、更個人化，而最終的競爭將是關於誰能贏得你的信任。所以 AI 的基礎建設已經到位了。最後留給大家一個問題思考：你準備好了嗎？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是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